眼前这只形状完美的妙脆角，就是光君大王辉宝的小短腿。要问光君大王的腿究竟有多短，他和姐姐小田瑞打架时，要跳起来才能勉强踢到对方的膝盖，而且对比姐妹俩的腿长，辉宝至少要比姐姐的腿短了1/3。当姐妹俩站在一起喝盆盆奶时，瑞宝直接像小山似的耸立了起来，衬得一旁的辉宝矮胖的。明明姐妹俩玩的是同一辆跑车，瑞宝很轻松的就能把脚翘到前排座位上，而辉宝的小短腿绷得笔直才勉强够到。果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至于辉宝的腿为何会这么短，那绝对是艾女士的功劳。母女俩一模一样的短粗土豆腿，估计加起来就和福宝的腿一样长了。都知道场地内有一架儿童版独木桥，本意是给两个小家伙玩耍用的，谁料爱宝连续尝试好几次都没能成功，最后一个助跑才终于爬了上去。犄角旮旯里的辉宝看到后急忙追着爱宝跑，毕竟他用同样的姿势却仍上不去木桥，所以小家伙断定妈妈一定是有特别的技巧。虽然辉宝的底盘比姐姐矮了一截，但事实证明低也有低的好处。当辉宝和爱宝在独木桥上狭路相逢时，小光君一矮身子就能从妈妈身下钻过去，而瑞宝就需要被爱宝直接掀翻在地。有次辉宝为了证明自己的腿不短，想从门口的高台阶爬上去，可谁料僵持了很久，依旧是扎根原地。听到宋3岁快要憋不住的笑声，辉宝有些尴尬的扭过头去，心想一定是早上没吃饱饭的缘故，等俺光君大王歇歇再来。好心的宋3岁为了让辉辉长出大长腿，每天勤勤恳恳的给小家伙做拉伸，辉啊爷爷给你抻抻就好了。不得不说老宋真是操碎了心，虽然辉宝表面看上去若无其事，悠哉的享受宋氏按摩服务，可实际上他也在费尽心思的想办法，直接把自己的毛裤提到了嘎吱窝，可见光君并非腿短，只是袜子短罢了。不得不说瑞辉姐妹真的是完美小熊，不仅在体型上集齐了高矮胖瘦4个特征，就连性格也集齐了宝家族的所有特点。瑞宝性格沉稳恬静，但不失活泼，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，也是气得爱宝七窍生烟的废头子。而辉宝的性格更像福宝姐姐，甚至比福猪猪更调皮捣蛋。毕竟福宝只是偶尔会拔起一棵南川树，光君大王直接吃掉主打以绝后患。虽然辉宝如今还吃不了竹子，但这并不妨碍他眼馋妈妈手里的，抢食的姿势和福宝一模一样。不得不说爱宝是会生熊孩子的，同样的福宝他足足生了3个，就是未来带娃有够头疼的。在云南本可以成为大熊猫栖息地，却被当地的无知村民亲手掐灭了希望。2014年，一只野生雌性大熊猫从四川前往云南寻找新的栖息地，它勇敢地游过湍急的金沙江，翻山越岭，找到了适合生存的地方。要知道，这只熊猫不仅是伟大的先行者，同时肩负着种族繁衍生息的希望。只要它能够平平安安回到四川，就能将云南是理想栖息地的消息传递出去，而这里也将会迎来更多野生熊猫。然而，这一切却被无知村民亲手摧毁。有兄弟俩发现自家养的羊被野兽咬死，一气之下拿着猎枪循着脚印追进山，发现树上有动静便毫不犹豫打了一枪，没想到掉下来的竟是受伤的熊猫。明明知道这是国宝，是受到保护的濒危动物，兄弟俩非但没报警，反而又补了2枪将其打死。随后将熊猫尸体运回家剥皮肢解，并以4800元的价格将70斤熊猫肉卖掉。恐怕这只熊猫做梦都想不到，自己不远千里不顾危险走到云南，终于找了心中的天堂。可事实却是一眼天堂一眼地狱。后来买家转手熊猫肉时被热心群众举报，兄弟俩的所作所为才终于被曝光。警察还在他们家搜出了一张完整熊皮、吃剩的身体残骸以及大熊猫头骨。兄弟俩也为此付出代价，被判13年有期徒刑。要知道，在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，如果受到保护的野生动物造成财产损失，当地政府会给予农户合理补偿。更何况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熊猫咬死了羊，可他们却还是一意孤行的杀害熊猫。事后专家也曾对附近展开地毯式搜查，毕竟云南一些地方山高林密，有大片原始森林，并生长了很多建筑琼竹，完全具备野生大熊猫生存的所有条件。他们不相信四川迁徙过来的只有一只熊猫，然而搜索了3个月，专家却一无所获。内心的侥幸终于变成深深的绝望和无奈，意识到这只熊猫是唯一的先行者，云南能成为野生熊猫栖息地的希望已然断送。因为这只大熊猫的一去不返，让四川老家的熊猫知道云南充满危险，从此再也没有踏上过这片土地。主要分布范围仍限定在四川、陕西、甘肃。只能说，如果人人皆知保护动物的重要性，或许云南也能拥有出门遇熊猫的幸运。眼前这只双目失明的大熊猫叫巴斯，是北京亚运会吉祥物盼盼的原型，而他身边的饲养员名叫施菲宁，从18岁到44岁照顾了巴斯整整26年，可以说他们亲如母女，早就离不开对方。因为此刻的巴斯已经30多岁高龄，相当于人类120多岁，还患上了白内障、高血压等老年疾病，更无法像年轻熊猫那样自己进食。施奶妈便每天不辞辛苦地采摘新鲜竹叶，切碎后混合精细饲料捏成团喂给它。要知道熊猫饭量非常大，再加上巴斯牙口不好，施奶妈几乎每次喂饭都要1小时以上。懂事的巴斯察觉到对方非常辛苦，于是便主动帮奶妈端饭盆，
一人一熊互相依偎的画面格外温馨，也能看出他们对彼此都是100%信任。巴斯身体不好，每天都需要吃药量血压，但只有师奶妈在场时，他才乖乖听话，跟随对方指引爬上木架吃爱心餐，伸出手臂任由兽医近身量血压或抽血检查。可以说，师奶妈就相当于行走的丹书铁券。师奶妈也知道巴斯非常依赖自己，全年365天，几乎每天都陪伴在他身边。当巴斯抱着饭盆慢条斯理的进食时，奶妈会用帕子仔细给他打理毛发，把身患疾病且失明的巴斯照顾得白白胖胖，完全没有30多岁高龄熊猫老态龙钟的感觉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巴斯身体每况愈下，师奶妈心急如焚，却又无力挽回，只能祈祷只要巴斯好起来，她什么都愿意做，甚至直接搬到巴斯兽舍旁的小房间居住，夜里几乎睡2个小时就起来查看一次。师奶妈陪着巴斯挺过3次生死劫难，本以为能陪着他走到生命终点，可天不遂人愿，奶妈因长期积劳成疾，竟先巴斯一步离开了这个人世。对此毫不知情的巴斯，因为等不来师奶妈，像之前一样耍起了小孩子脾气，开始摔饭盆发脾气，甚至绝食整整7天，只为让奶妈出来跟自己说说话。饲养员没办法，只好穿上师奶妈的衣服，学着她的说话语气哄巴斯吃东西。刚开始他闻着熟悉的气味还能勉强吃点，但时间一久，巴斯似乎意识到了不对劲，整只熊像失去灵魂了一样变得毫无生机。第2年，巴斯就与世长辞去了潘达星球，或许在那里他已经与最爱的师奶妈重逢了吧。这是2008年汶川地震时，饲养员不顾危险拯救大熊猫的场景。当时的卧龙距离震中仅有8公里，剧烈震动使巨石和山体源源不断地压下来，短短几分钟就让基地遭到毁灭性重创。然而在这关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熊猫饲养员们却顾不得自身安危，一个个逆流而上，朝着熊猫宿舍奔去，只想救出他们一手带大的熊孩子。大家都顾不得自己的那种想下来就说明了。长城就是200里面的根本长城。平日需要2位饲养员抬的熊猫宝宝，奶妈咬着牙独自扛到安全区域。有的小熊受惊过度，拒绝任何人的靠近，饲养员就用食物慢慢将其引导出来。而那些爬上大树久久不肯下来的小熊，奶爸就冒着生命危险爬上去安慰营救，把吓到瘫软的小家伙抬到安全区。因为塌方的山石掩埋了一部分兽舍，心急如焚的奶爸们直接用石头砸穿墙壁，救出了当时只有1岁的哪吒宝宝晴晴。好在小家伙只是被吓到了，并无大碍。那个圈舍塌了一半，就剩了一小半，他一直躲在一个小的一个角落里面，我们就进去就叫他的名字，不怕晴晴，什么爸爸妈妈来了，你不怕，他就慢慢就下来，我们就慢慢接近他，把他抱出来的。当时还有一只受惊过度的小熊华儿，有奶妈抱起他安慰的时候，小家伙害怕的紧紧抓着对方的脊梁骨，锋利的指甲都已经陷入肉里。尽管这钻心的疼痛令奶妈面色苍白，但她没有放下华儿，而是抓紧时间进行转移，并像哄孩子一样温柔哄小家伙松开爪。开始时候很排斥很紧张的嘛，反正就巴不得就不从身上下来，你想把它从身上放下来不可能，你就一直把你抓过去，我感觉好像在你身上比较安全一样。后来的时候就觉得那熊猫真的很烦，就像不会说话的娃娃那种感觉，他在表达他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种某些恐惧。而在这场与死神赛跑的救援行动中，基地内63只熊猫有61只被安全解救，其中1只遇难，1只失踪。不幸离世的那只熊猫名叫毛毛，它在地震来袭的第一反应并非逃跑，而是去寻找自己的孩子。可惜被垮塌的墙体砸中，去世时才9岁。可以说，没有这些奋不顾身的饲养员，就没有如今日渐壮大的熊猫种群。别看他们平日里肆意撸猫，令猫粉们眼红，但一遇到危险，他们也是真赶上。前段时间神树坪被泥石流堵塞道路，奶爸奶妈都是徒步跨过泥泞和乱石，历尽千辛万苦也要到达工作岗位，还会特地拍熊孩子的照片跟粉丝报平安。等到神树坪重新开放入园后，肉眼可见滚滚们精神抖擞，状态极好，就连假孕中的福宝都感觉更娇俏了几分。可见我们的奶爸奶妈有多认真负责。而野培工作组的人就更辛苦了，不仅要每天翻山越岭的给熊猫母子投喂，还要在极端天气下亲自去确认孩子的安全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河流的汹涌和危险。没有责任心和爱心，哪里能坚持下去？这群饲养员也绝对值得我们认可和尊敬。